科學與信仰衝突嗎？解開歷史的誤解。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奇怪現象？ AI 的能力越來越像神，人類卻越來越不知道該怎麼當人。AI 可以寫程式、作曲、解題、畫畫，甚至連你的心情都能分析得比你更準。於是大家開始問，我們還能做什麼是 AI 做不到的？人是不是很快就會被取代？如果科學可以解釋一切，信仰是不是就沒有必要了？這些問題背後有一個更深的版本。科學與信仰其實本來就是敵人嗎？許多人以為人類歷史上科學與信仰曾經戰火不斷，彼此排斥，互相否定。你信了科學就不能信上帝，你相信了上帝就不能接納科學。但這其實是一個歷史上最大的誤解。接下來你會看到一個顛覆想象的故事，沒有基督信仰就沒有現代科學。這不是護教說法，而是連無神論科學史家都承認的事實。科學與信仰的衝突其實是近代才被制造出來的假象。我們先從一個令人意外的歷史細節開始。當你走進歐洲任何老大學，牛津、劍橋、耶魯、哈佛，你會看到什麼？尖塔、聖經經文、詩篇刻在牆上。為什麼？因為這些地方原本就是神學院、修道院或者教會教育機構。更驚人的是，現代科學方法實驗、觀察、歸納、可重複驗證是基督徒建立的。如牛津大學哲學家 A.N. Whitehead 所說，現代科學之所以能出現，是因為基督教相信一位理性創造的上帝，因此世界是有秩序的，可被理解的。也就是說，科學存在的前提是相信宇宙不是混亂，而是可以被研究，不是因為星星會發脾氣，樹木有神奇，而是因為上帝造了世界，而且造得非常規律。於是人們才敢假設自然界是有法則的，宇宙可以用邏輯推理，同樣的現象今天發生，明天也應該一樣。這就是科學精神。如果相信世界充滿任性的神奇，科學根本無法成立。那些你以為與教會對立的科學家，其實都是深信上帝的人。讓我們看幾個你非常熟悉的名字：牛頓、微積分、力學之父，終身寫神學，比寫物理還多；孟德爾，遺傳學之父，修道士；法拉第，電磁學，熱愛聖經，聚會從不缺席；馬克士威，電磁波方程式，基督徒科學巨人；布萊士、帕斯卡，數學家，思想錄是基督信仰經典；開普勒，行星運動，說過，我是在思想上帝的思考。你看到了嗎？科學不是與信仰對立，而是源自於信仰。他們相信上帝創造宇宙，宇宙帶着可理解的秩序，因此他們才全力研究上帝設計的自然。這不是偏見，而是歷史。衝突從哪裡來？原來不是科學對立信仰，而是科學對立人。如果科學與信仰原本不對立，那衝突怎麼來的？答案很簡單，真正的衝突不是科學與信仰，而是人心中的驕傲與不安。19世紀以後，人類的科技突飛猛進，人便開始想，既然我能解釋宇宙，我就不需要上帝了。這時候，科學變成了新的信仰，一個不肯承認自己有限的信仰。然而，科學能解釋宇宙如何運作，但無法回答宇宙為什麼存在。科學能研究生命的組成，但無法回答生命的意義。科學可以分析人的情緒，但無法回答什麼是愛。也就是說，
科學能回答如何，但不能回答為什麼。而我們人類最深的問題都藏在為什麼裡。AI 時代讓這場衝突再次爆炸。為什麼 AI 會成為今天的焦點啊？因為 AI 把人類長久以來的矛盾逼到極限。AI 可以替你做工作，寫文章，規劃行程，甚至預測你會失戀的時間。於是許多人開始恐慌， AI 會不會比人類更聰明？人是不是會被淘汰啊？ AI 能不能超越人類？如果 AI 成為主宰，人還需要信仰嗎？其實我們更害怕的不是 AI， 而是當 AI 變得強大，我們才發現自己內心一直空着耶。我們突然被迫面對那些以前可以逃避的問題。我是誰？人的價值在哪？人生到底有什麼意義？死亡之後呢？ AI 能回答你的數學，但不能回答你的存在。 AI 能模擬你的情緒，但不能給你真愛。 AI 能整理你的記憶，但不能決定你人生的方向。 AI 讓科學的極限變得更明顯。人最深的問題永遠不是怎麼做，而是為什麼活。科學找的是規律，信仰找的是源頭。你可以這樣理解，科學研究的是上帝創造的世界，信仰尋找的是創造世界的上帝。這兩者不但不衝突，反而互相補足。科學像一隻手電筒，照亮宇宙的某些規律，信仰則像陽光，讓你看到整個大地的全貌。手電筒很重要啦，但你不能拿手電筒取代太陽。科學幫助你認識世界，信仰讓你找到你在世界中的位置。真正的衝突來自人不願承認受造者的身份。如果科學與信仰不衝突，為什麼很多人還堅持他們是敵人呢？因為承認信仰就意味着承認自己不是宇宙的中心，而這件事比承認 AI 比你更強還困難呢。科學讓人感覺自己強大，信仰提醒人其實有限。但你知道最奇妙的是什麼嗎？正是當人承認自己的有限，他才真正自由。因為你不需要再靠自己撐全世界，你不需要假裝自己什麼都懂，你不需要扮演一個沒有情緒、沒有弱點的機器人，你能夠做一個人，一個被上帝所愛的人。結語， AI 的崛起不是信仰的終結，而是信仰的起點。很多人以為 AI 長大了就會擠掉上帝的位置，但事實剛好相反哦。AI 讓我們更看見人類多麼需要上帝，因為 AI 逼着我們面對那些科技永遠回答不了的問題。我為什麼活着？我是哪裡來的？我又要往哪裡去？人生到底有意義嗎？愛從哪裡來？上帝真的存在嗎？科學強大，但它回答不了存在的渴望。AI 強大，但它取代不了靈魂的呼喊。而這些無法被科技回答的問題，正是耶穌所回答的。他不是來解釋宇宙，而是來拯救人心。不是為了解決科技的問題，而是為了解決人最深層的問題：罪、孤單、迷失、恐懼、死亡。正因為 AI 時代來臨，人類重新發現了自己不是神，而是需要神的有限卻被愛的受造者。而這就是走向信仰的第一步。